各娇修士听到10号说自己就是荒，全部震惊了。荒这个名字如同一颗惊雷般炸响，激起了涟漪，群雄惊讶万分。众人议论起来，怎么可能是他？没落小山门的弟子竟然是荒！嘈杂声汹涌，如潮水冲上云霄。从普通修士到尊者，再到神奇，这不可思议的真相令人心潮澎湃，体内涌动着一股热流。天哪，他就是荒！终于见到了，竟有这样的手段，果然逆天！许多人大声呼喊，感到难以置信。荒崛起于五杭州，名动数十州，与各路初代大战，声势惊人。与天人族的恩怨纠缠，引来无数教主前来，使得天之城风云汇聚。如今他再次现身，身份曝光，自然成为焦点，引来众多议论声。杀名字，斩太阳神藤，熬遁紫金真吼，力敌仙殿传人，激战王等等，一件接着一件的战绩，太辉煌了。人们对10号的英勇事迹津津有味地交流着。10号在打败天人族6杰之首幽羽，年轻一代的修士对10号充满崇拜。我就说嘛，他这么清秀，气质出众，宛若谪仙，怎么可能是那些人口中所谓的败类？不过是暂时栖身在没落的小山门而已。他是荒。一些女生在天仙书院发光，握紧了袖拳，激动地说道：“太厉害了，他就是荒，连天命神话都被他攻破了，天纵神人啊！”人们看着场中那个强大的少年，心潮难以平静。然而，最失落的却是天人族，他们像是一脚踏进了万丈深渊，眼中充满了耻辱感。竟然如此落败，连幽羽都大败，险些惨死当场。一刀斩落的一幕令人震撼不已。有人抱住了幽羽，迅速施展疗伤之术，阻止了闪电古文的侵蚀，避免他的陨落。失去下半截躯体的幽羽鲜血四溅，脸色苍白。原本是个气吞山河、傲视群雄的绝代强者，却在这场战斗中大败，跌入了如此境地。这对天人族的年轻一代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那一刀仿佛劈掉了他们的自信，击断了皇族的骄傲，斩下了太古的辉煌。即便皇族中的初代强者已融合天命石，开启天命神话，却依然被敌人腰斩。幽羽并非寻常之人，已经是天人族的代表强者，在最巅峰的境界却被对手干净利落地斩下。这种打击是极为巨大的，击中了整个族群最痛的地方，严重动摇了他们的信念。天人族年轻一代无法接受眼前的现实，众人望向那一片战场，对天人族表现出一些同情。这一战简直快要击溃了该族年轻一代的心灵。云溪默然，10号为了保护他而付出巨大代价，却最终在天人族成为阶下囚。如今两人竟在这个场合相遇，10号强大无匹，使得云溪心中掀起了巨大的波澜。天仙书院的一位老者表示可惜，10号原本成功闯过天梯，就要加入天仙书院了，结果却被那个臭名昭著的家伙抢走了。书院中的一些学生听到这话，当场震惊，都开始发呆。所谓的小破落山门的弟子，不过是掩饰，真的惹不起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众人高度认可了他，认为荒可以位列而今上界顶最顶尖的一列年轻翘楚内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都向前望向10号。在那山地上方，10号手中拿着一块奇石，色彩缤纷，发出炫目的光雨，冲上了云霄，笼罩了此地。一会儿洁白如玉，一会儿赤红如晚霞。天命石只有拳头那么大，但是散发出的波动非常恐怖，如汪洋在汹涌，令山地钟鼓木等都跟着起伏摇动。它的光芒太璀璨了，赤红时染红了整片天穹，化为紫色时又如紫气东来，像是有大片云朵倾覆而下。圣洁的气息弥漫，光辉万丈，从10号的掌心中蒸腾而上。无需多想，这是绝世神圣之物。此刻的10号成为各教强者关注的焦点。荒，心性卑劣，手段残忍，屡屡针对与冒犯我天人族，今日容不得你留在世间。一道冷漠的声音响起，正是天人族的高手，神火跳动，炽盛无边，并有滚滚杀气弥漫而来。众人心头一跳，知道该来的终究要来了。荒与天人族势成水火，在场的人都知道，怎么可能会善了？天人族此时上下皆愤，怒焰腾腾，杀气滔天，还在向我身上泼脏水，你们还要脸吗？这么虚伪，可否举例？我如何对不住你们？10号镇静无比，唯一洞天发光，如同一轮金色的太阳笼罩，整个人看起来璀璨而强大，如同战仙般。在天之城，有个人混迹其中，行为可谓是心性卑劣，竟然打算盗取天人族的至宝飞仙石。事情败露后，还恶言中伤天人族，如今更是来到火州，残忍地杀戮了天人族的高手，还毁了他们的神矿。这些种种行径让人神共愤，灭绝人性，实在是应该受到天谴。神灵面无表情地表达了这一切，人们议论纷纷。听说天人族是想夺取他的宝术，荒这次真是厉害，独自一人开展屠杀，毁了天人族的神矿，手段十分惊人，真是可笑。我救了天女，却被关进牢房，天人族真是忘恩负义。10号大声斥责着，为自己辩解。10号相信，在众人面前辩驳，让人联想，最终让天人族落得灰头土脸，是一种有效的策略。全场再度哗然，这位强悍的少年真的是毫无顾忌，
什么话都敢说出口。他直接指向了天人族的软肋，这让他们怎么应对？这完全就是毫无保留的撕破了脸皮啊！10号背后出现一对雷电神翅，轻轻一拍，雷光万丈，他化成一道闪电，急速而行，竟迎上了神奇。所有人都发呆，这个少年没有逃，居然要征战诸神。到了现在，天人族什么面子都不要了，神火境高手一下子就冲过来12名，祭出宝具。10号吃惊，当中有大杀器，很不简单。虽然未达到天神级别，但是也很恐怖。10号毫无保留，丹炉内的天河水与闪电、黄泥等全部倾泻而出，向前淹没，带着强大的诅咒，并且还有一个玉净瓶闪耀光辉，震杀向前。这是护着云溪远行时，在血色平原上从战族一位王的后代那里缴获来的战利品，接近天神级，之前被黄泥腐蚀，而今勉强还能用。12位真神躲避，全都不想沾染上丹炉内的诅咒，更不愿被恐怖法器击中。众人并未料到10号身上的宝物竟然如此众多，不仅抵挡住了他们的强大攻击，还能反压过来。10号震动飞翅，背后的雷电化成的光翼显得极其强大，他以极快的速度移动，与一名神火境的强者交锋，两个的重磅对决让所有人心惊胆战。那位神级强者被打成碎片，化为一片血雾。什么？许多人大喊，他们对刚才发生的一切了解不清。10号迅速转向，再次发动攻击，冲向另一个强者，依旧是全力以赴，爆发出灿烂的神光，一拳打出，将另一位神火境的强者轰成碎片。在这片山地中，众人都震惊不已，都吓得尖叫出声。第3位神火境高手被追上，被活生生轰爆，化成一团血雾。毕竟这种法力免疫的能力实在是太过强大，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即便是天人族的神灵也没有预料到10号的能力会如此强大与可怕。在神矿大战中，亲身经历的神火境高手都被10号击杀，没有留下任何线索。尽管天人族知道10号拥有免疫神火境法力攻击的能力，但却绝对没有想到这种能力的强大程度竟然能够无视神火境的攻击。他们原本以为10号依赖的是某种大杀器，因此早有准备，但结果却远非他们所想象的那样。又一人尖叫声响起，10号一拳将第4位神器轰破，在虚空中炸开，血雨纷飞。所有人都吓得毛骨悚然了，这还算是一位尊者吗？他竟然在追杀神火境的强者。本来围攻10号的12位神级强者试图把他困在中心，但现在他们与10号的距离越拉越近，就好像接近了一只被逼急的凶猛野兽。10号如同狂虎入群狼，头发飞舞，眼神如冷电，开始肆无忌惮的屠戮。小畜生，你敢！从后方传来怒吼，5位真神出现，脸色扭曲，怒不可遏，联手向他攻击。这个结果是无法接受的，居然会被10号如此血腥的屠杀天人族的强者。他们早就研究得清清楚楚，10号之所以能杀真神，是因为那时正值雷雨天气，引动了惊人的雷劫。可是现在天朗气清，他无法再次使用那种禁忌之法。10号二话不说，掏出了一枚血红的符篆，摇了摇手，直接朝着对面扔过去。符篆在空中爆发，响声震耳，红色烟霞弥漫，笼罩半边天空，法力澎湃。这枚符篆来自天人族6杰之一的宇伦，是10号从他身上得到的。宇伦的身份不同寻常，是某位天神的后代，备受宠爱，所以被赐予了这枚稀世神符。即便是他的族人大多不知情，更不知道这枚符篆落到了10号手中。神符爆发，让5位真神目瞪口呆，匆忙后退。他们本以为手持强大法宝前来，却在神符的爆发下全军覆没，宝物碎裂成片。2人被光芒扫中，其中1人灰飞烟灭，无法承受天神的威力，另1人重伤飞起，血流满身。其余3人勉力躲过。雷电神翅在10号身后震动，他俯冲而下，斩落那个受伤的真神的头颅，击散元神。在短短的瞬间，4位神火境高手和2位真神都被10号斩杀，血肉横飞。这一幕让天人族震怒不已，而观战的其他修士也惊狂不已。这结果实在匪夷所思。就在法力免疫时间一到，10号后退，收拾法器，降落至尊道场山门前。过了片刻，远处传来轰鸣声，有强光燃烧，有可怕身影接近，天地都颤抖。来者感知到异动，怒气冲天，放肆！那威压震动天地。天神！众人发抖，感受到这股威压，心神战栗。傲祖！天人族强者叫嚷，战败后心头怒火燃烧。蝼蚁，屡犯我族，看你往哪跑！远处一只巨大手探来，比山还粗，笼罩这片天地，覆盖至尊道场山门。人们脸色苍白，难以抵挡这天威。突然，至尊道场内又伸出一只大手，直接扇了出去。传来声音：蝼蚁，动我的弟子，滚！众人发愣，难以置信，这人居然称呼天神为蝼蚁。震撼的还在后头，那巨掌一扇来，轰的一声将天神整个手臂拍碎，消失在这里。远处巨响，一庞大物体被拍飞，压塌山峰，显然是被打飞的天神。所有人目瞪口呆，望向远方，烟尘滚滚，每个人如同雕塑，呆立不动。
哑口无言。那曾经的小破山门，如今破败不堪，废墟之上瓦砾散落，老树腐朽，荒凉一片。但谁还敢小觑？一巨大土黄色手掌从虚空中缓缓收回，消失在山门内。这一幕让所有人都呆住了，各种修士正立不动，仿佛被石化一般，难以置信。远处山岭破碎，一位天神竟然被狠狠扇飞，撞断数十座山峰，大地裂开，血流成河，山地染红，惊心动魄。这是真的吗？有人小声低语，生怕打扰到禁忌。我刚才看到了什么？一位高高在上的天神居然被扇飞了！有人大叫，如梦初醒，感到难以置信。这一幕如此震撼人心。在残破的山门前，只有一个少年屹立废墟之上，黑发飘扬，眼中纯净从容而宁静。远方山地上，一个巨大的身影站起，挥开身上的山峰，凛然屹立，双目如血月一般，可怕至极，紧盯着这里。他充满着浓烈的杀气，一步一阵，山地摇动，石头滚落，参天古树在他脚步声中哗哗作响，乱叶纷飞。所有修士都感到极大的恐惧，不由自主地向后退，心中涌起一阵寒意，在这巨大的压力下颤抖，灵魂都在悸动。一些人更是颤抖不已，面对这无上的威压，有的人甚至不由自主地跪拜下去，内心涌现出一种对天神的无条件服从和敬畏之情。这是一种臣服，不受控制，源于灵魂与本能，对于至高者天神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服从和畏惧。天神的威势不可挡，对于其他修士来说几乎无法抵挡，天生的惊惧感让他们不禁叩首。然而就在刚才，这位高高在上的天神却被人一掌扇飞，手臂断裂。齐道林！天神莫罗勃然大怒，声音震荡四野，如雷霆惊天，四方云朵都在他的威势下破碎。有些人大叫，捂着耳朵踉跄倒退，甚至有人七窍流血，满脸惊骇。这场威势磅礴的对决实在令人震撼。奥祖！天人族众人惊呼，目睹着赶来的天神。喧哗个什么？再不懂规矩，直接灭了你！小破山门传来不耐烦的声音，彰显着霸气，对天神毫不放在眼里。所有人的后背都涌上一阵寒意，这样的场面让人毛骨悚然。竟然有人口出狂妄之语，似乎随时可以屠戮一位天神，如此理所当然。齐道主，你为何如此行径？我与你无冤无仇。大地震颤，庞大的天神缓缓迈步，周围的巨石竟然被他的每一步震起，就如同谷物在簸箕中翻腾，升空后又纷纷坠落。他的脚步每迈出一步，地上的山石、枯木等巨物都会被震上半空，而那些扎根在地上的粗大老树也在剧烈颤动，仿佛即将折断。整个场面宛若一场地震，人们看得愈发惊心。无冤无仇，你跑到我的山门欺负我的弟子，是在找死吗？想化成飞灰？齐道林的声音强硬无比，让人难以言喻。对待一位天神，齐道主的态度不仅恶劣，而且冷酷无情，仿佛他随时可以将这位天神捏死。老祖受伤了！天人族众强者都感到一阵寒意，族中如此强大的人物居然被人打成这个样子，对于他们而言，这简直如同天塌下来一般。族中的高层一直守护着天人族的辉煌，如今却失去了一臂，而这一切都源自一个少年的崛起。天神临近，身穿紫金甲胄，光辉闪烁，杀气凛然。他头戴紫金冠，长发束成一束，显得异常威严。然而这位天神的状态却并不理想，半边身子鲜血淋漓，右臂已经断裂，紫金甲胄破碎，血液溅及长发。嗡！天神莫罗光芒四溢，虚空震颤，刚刚爆碎的臂骨和飘散的血气快速倒流，重新组合成完整的臂膀，最终浮光璀璨，生机盎然，断臂再生。这即是天神的威势，身体分裂却能快速愈合，无需冗长的修养。这等境界已然是高高在上，超越众多强者的理解。他只是一个散修，如何成为你的弟子？天神莫罗的态度明显软化。我收他有错吗？再者，我为什么要向你解释？再不识抬举，别怪我无情。齐道林呵斥。齐道主，别忘了曾在我天人族学艺。莫罗提醒。闭嘴，那是我在偷师。再有，滚还是不滚？齐道林理直气壮，一点不为所动。众人无言，被他的强势震慑，同时也在惊叹，这位道主实在是太另类。唯有一些老辈人物知晓原因，齐道林所偷师的那些大教中，半数都曾因得罪他而被他恶意窥探学艺。曾为某一股老道统唯一传人的齐道林，在该教受到仙殿与其他势力的攻击时，部分大教纷纷落井下石，甚至还有一些曾有过好关系的见死不救。因此齐道林后来疯狂地偷师，强大自身实力，有意混淆一些大教的秩序。天神莫罗脸色铁青，僵在那里，颜面扫地。齐道主不留情，强硬而冷酷，让他左右为难。在这一刹那，心中不禁涌起强烈的震惊。回溯到齐道林当初被各教联手围剿的情景，虽然他的战力不逊于一般教主，但在境界上稍显差距。当年齐道林与天神莫罗都同为天神，然而再次相逢时，
莫罗意识到齐道林已经超越他，心头不免感到些许不悦。尽管莫罗的年岁比齐道林大上不少，但对方却在短时间内崛起，成为一方之主，迅速拉开两者的距离。心头的不平衡令莫罗最初在见面时显得有些咄咄逼人，直呼对方的名字稍显拖大。然而此刻他默然无语。老祖6节折损半数，真神等亦有陨落，而且幽羽被腰斩，失去了天命石，落在那小孽畜之手。一位天人族神祇暗中传音，表达对情况的不满。什么？莫罗震怒，尤其是幽羽的陨落和失去天命石，这是不可容忍的。一块天命石代表着一个潜力绝代高手的诞生，是天人族重振雄风、再现辉煌的关键。他紧盯着10号，眼中闪烁着冷酷的光芒，立下决心，不容动摇。齐道主，让他交出我族奇石！莫罗发出呼声。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说3道4？我不杀你，当我好脾气是吗？齐道林的声音在小山门内响起，引起众人震惊。声音不仅仅是声音，更化为一道又一道金黄涟漪，迎面涌向莫罗。这只是声音，却呈现出金色的涟漪，比古文还要炽盛，比汪洋还要浩瀚，全部向高高在上的天神施加巨大压力。莫罗震惊，尽管他早有准备，还以老天人赐予的秘宝护体，仍然支撑不住。在这股声音之下，他整个人如被一柄巨锤击飞，体内传出骨骼断裂的声音，同时大口喷血。天神莫罗狠狠地撞击在远方的山脉上，遭受了严重的创伤，久久无法爬起。现场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惊讶不已，这是何等的威势！天人族则面如死灰，从尊者到神祇都站立了，这还如何征战？族中的天神都无法抵挡，被如此震飞。他们注视着山门前的少年，首次意识到自己惹上了大麻烦，竟然引来了如此可怕的祸患。突然，一股波动传来，一条金光大道在眨眼间铺展开来，急速地来到近前，上面有2位神辉冲天的人物。一个中年男子目光犀利，搀扶着一个老者，两人伴随着大道共鸣声，踩在数万里长的金光大道上，出现在此地。这样的手段让各教修士都为之侧目，人们屏息静气，不敢妄语。护道大人！天人族众人纷纷大叫，如获至宝。他们这次被彻底打压得灰头土脸，而此刻剑道族中的竞技人物仿佛找到了靠山。过去他们一直以强势居上，今天却连连受挫，就连天神都被呵斥得吐血横飞，情绪可想而知。齐兄，你这是要与我天人族开战吗？金光大道上的中年人开口，他同样是一位天神，昔日与齐道林境界相同。你们敢战吗？平淡的声音从山门内传出，紧接着补充了一句：我奉陪。所有人都站立了一下，齐道林就这么一个人，居然敢挑战整个族。不过说实话，他要挑战的可是昔日的皇族。场内一片寂静，那位天神沉默了，毕竟这关系太大，要是他接下去，说不定就变成族战，影响10万年族运啊。小齐，你这脾气越来越火爆了。天人族的护道者说话了，个头矮小，头上竟长着一对黑色犄角，被朦胧光辉笼罩。就在这时，至尊道场山门前现出一道身影，齐道林登场，一身金光闪闪的道袍，仙气十足，仿佛不属于尘世。小辈们斗个你死我活，神火竟出手干预也就罢了，齐道林站在那里，神辉普照，语气渐冷，说：居然连天神都敢来，真是找死！想死多少我就杀多少。他的话铿锵有力，像剑鸣一般刺激人心，所有人都感到一阵战栗。齐道林屹立在山门前，道袍在罡风中猎猎作响，神辉澎湃，冲上云霄，使整片至尊道场都显得神圣无比。小齐，你这翅膀可真硬，一开口就是杀天神，闭口就是斩皇族。护道者冷悠悠说道，他身份神秘，头上竟生有一对黑色犄角，都敢杀到我山门来了，还想我客气？不如改天我去天之城转转，大开杀戒一番。齐道林平淡说着，但无人敢认为他在开玩笑。从他过去的行事作风来看，他说出的话都是刻骨铭心的。齐道主，别太过分了，我族护道前辈亲自来与你交谈，你却这态度，真当我天人族好欺负吗？中年天神开口了，他的身躯被光芒淹没，古文交织成铠甲，散发着强大的气息。真要过分，我早就大开杀戒了，不要脸的家伙，尊者、真神、天神，我全都不放在眼里。齐道林随意地说着，但在众人听来却如惊雷般震撼，仿佛带着一股滔天杀气。小齐，我只问一句，能不能交出那个少年？天人族护道者说，手拄拐杖，身形佝偻，但目光中有摄人之光。他将目光投向10号，盯得他几乎透不过气来。10号心头一震，老者果然可怕，单是目光扫过，就如同一道天刀，带着滚滚杀气，足以让山峰崩裂。好在齐道林站在旁边，神圣光辉一出，将那股杀意挡在了外面。不行！齐道林干脆的拒绝，他是我族的祸根。齐道主，你这是故意针对吗？此前他与你并没有多大关系。远方的山地中，天神莫罗站起身，擦去嘴角的血，修复断骨，朝这边走来，引起山脉再次颤动。齐道林站在那里，豪言壮语：
我告诉你们，荒是至尊道场唯一传人，这可不是废话，是要让全天下都知道。他一说，整个人散发着耀眼的光芒，声音如惊涛骇浪，震撼四方，宛如在向天下宣告。这突如其来的宣言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。火州、天仙州、昆州等地的生灵都感到了这个消息，纷纷抬头注视天空。从今以后，荒的身份正式确定为至尊道场的唯一传人，不再是普通散修。有人想要对他出手，必须三思而后行。你，天神莫罗脸色大变，气氛陷入僵局。齐道林的决定显然无法改变。场中的人群议论纷纷，尤其是一些老辈人物更是露出异色。了解这位道主的脾气，谁要是招惹他，可能会连天都能震动。哎，人老了，但却不服老。小齐，我们走上几招如何？护道者开口，头上的犄角发光，目光闪烁。齐道林爽快答应：“没问题。你血气干枯，还能战吗？”这样的话语让众人无言。齐道林自负与强硬到了极点。护道者回应：“无妨，最近得到一滴不老神液，可以让我残喘几年，这一战没问题。”说罢，他瞬间到了苍屿上。众人吃惊地看着他，感叹老者虽迈，却速度奇快，转瞬间消失。齐道林同样从容不迫地出现在天域，接近域外。山地中，天人族的眼睛都充满杀气，准备对10号出手。莫罗也在盯着10号，眼中闪烁凶光，是否趁机出手？一时间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。莫罗与另一名天神交换了一瞥，短暂交流。他真是个疯子，什么事都敢做。好吧，我先把天命石拿回来。莫罗说，不甘心坐视不管，要彻底解决这个隐患。莫罗站在远处，冷漠地俯视10号，虽然没有出手，但元神发光如利剑，散发出可怕的光芒。他心头一动，虽不能直接收拾10号，但可以在他脑海中埋下个性的种子，妨碍他的前程。尽管不能杀，也能给他点小刺激，让他未来不太平。想得那么周到，看来他也是个心思细腻的家伙。这点聪明可不能小看。为了不让齐道林察觉，他决定不急着拿天命石，索性展示一下他的绝户手。这绝对是个高招，看来是嫌天下太安逸了，要搞点新花样。于是他忍住心头的神光，偷偷地施展出种魔术。这法术有点年头了，还真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，但却隐秘至极，难以被发现。说实话，他运用这法术纯属一时兴起，也没料到会在这个场合用上。然而他的魔种刚一释放，还没靠近10号的神诀就立刻有所感应，元始真节里记载的那些古文立马闪烁出现。这小子的神诀也太灵敏了，一点点动静都逃不过他的法眼。接着天上一只巨掌狠狠拍下，势不可挡，盖住整个山峰，将莫罗狠狠按在下面，根本无处可躲。什么？莫罗大吃一惊，居然这么隐蔽，还被发现了，真是有点倒霉。刚玩出花招就被人揭穿，这叫人怎么混？老子这是啥身份？哪门子都晃过，众魔术那都是常规操作，还敢来装逼？齐道林冷笑一声，那只手掌爆发出可怕的古文力量，简直恐怖无比。强大如莫罗也只能发出惨叫声，他根本无法抵挡这一击，手中的法器全都崩碎，身体也在一点点崩裂，鲜血喷洒天空。住手！护道者怒吼一声，身上散发着炽热的光芒，试图阻挡住齐道林。在我的地盘上耍这点小花招，真是活腻了。齐道林不为所动，手掌依旧毫不留情地向下拍落。莫罗满身是血，强大的肉身纷纷崩碎，骨头也在一片碎裂声中崩断，鲜血染红了整片山脉。最终他只剩下一点元神未曾消亡。大人救我！莫罗发出绝望的呼救声，被吓得魂飞魄散。自找的。齐道林冷哼一声，不过还是手下留情，说，我留下你的元神，让你在那边悠闲休养个几十年，等找到个好的肉身再说，到时候由我的弟子来收拾你，也算是锻炼一下他。各方强者面面相觑，这齐道主也太强了，难怪当年被各方追杀，看来他一点都不打算老老实实。在天空中，护道者板着脸说，小齐，你有点过分了，我得看看这些年你到底长多强。这话一出，他的气势横扫3周，各路大教的高手都抬头看向这个方向。身旁的虚空裂开，一片无边无际的光芒向外延伸，笼罩着域外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快要崩溃了。此时他的形象一点都不显老，肌肤晶莹，头发黑如瀑布，瞬间变成了一个年轻青年，焕发着生机。有意思，看来不老神液果然有效果，正好试试我的8、9天功到底有多厉害。齐道林平淡地说，居然面对护道者这一族的高手毫不畏惧。站在域外的齐道林身穿金袍，手放在背后，四周却升腾起一片无边光芒，照耀着整个世界。他施展出了8、9天功，掌握的8、9种最强宝术同时爆发，相互融合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大道神音。天地间雷电冲天，真皇带着火焰嘶鸣，巨鹏展翅，苍龙咆哮，星辰连成片，化作涟漪向外扩散，形成可怕的道光。8、9天功运转，各种宝术相互融合，引起了各种惊人的异象。护道者大口咳血，整个人飞了出去，最强神通被击散，遭受重创。关键时刻，他施展替命术，用2根犄角替代己身，结果2只脚全部折断，
带着鲜血坠落下来。护道者匆匆远去，再也不回头。并非护道者实力不够，而是八九天宫太强大了，两人都使出了最强手段，胜者即亡。看看还有谁敢叫我小齐？齐道林降落在山门前，自语道。石浩在心里嘀咕，老头子真是有点小气，估计他是因为不喜欢被人叫小齐，所以才发飙。那位护道者如果知道，肯定会气得吐血，早知道就不应该胡乱叫人。山地一片寂静，所有人都被镇住了，居然是齐道林战胜了天人族的护道者，这绝对是惊天动地的大事。老一辈人物意识到局势变了，曾经臭名昭著的天神齐道林，如今居然已经成为最强的教主之一，崭露头角。而他的年纪却远远小于其他人，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。天人族心慌意乱，那位天神和他的子弟脸色发白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只有老天人出手才有可能镇压住齐道林，不然绝对没有胜算。但老天人还能维持多久？齐道林看着那位白发苍苍但实际血气充沛的老者，心里颇有感慨。他的确起步晚，但有时间，这是一种无法比拟的优势。齐道林突然抬头扫视四周，豪气洋溢地宣布：今天我要向全天下宣告，荒是我至尊一脉的传人。显然是要为石浩挡风遮雨，别让别人总是盯着他。但我允许所有的尊者都可以来打他。接下来的一句让所有人都傻眼：神火境的也行，统统给我上。齐道林又补充了一句。石浩听了皱起了眉头，这个老家伙是怎么了？是想让他全世界通缉吗？但是如果有天神不顾身份伤害我的弟子，那可别怪我不客气，教你们个深刻的教训，完全把你们教派的道运给毁了。齐道林的声音磅礴威严，震撼天地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大家都明白了。年轻一辈的争斗，老头子根本懒得理，就像数千年前他两个弟子被人追杀时一样，他就不闻不问。但是如果有天神大能不顾身份对付他的弟子出手，那么老头子可是会亲自上门大开杀戒，这就叫做惹不起。